整个法医界只有我知道，自称能和尸体对话的小师妹是假的。一旦没了我，她根本不知道死者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所以，当身为首席法医的我递交转岗为员的申请，局里所有人都喜笑颜开，一致批准的时候，只有他。等一下，我男友的小青梅，自称失语者的新人法医周妙妙，情绪崩溃。上一世，周妙妙自称失语者，通晓阴阳，能听见死者低语，知晓其生前遭遇。其实我就是失语者，刚刚我所说的一切，就是死者亲口跟我说的。妙妙，太神了！为什么我辛苦解剖写出的尸检报告，周妙妙只是看了一眼尸体，就能一字不差的复述出来？完全一样。江法医，你可是首席法医，每次都这么慢。现在我看来啊，你还不如刚才的周妙妙。就是，人周法医几句话就说清楚的事情，他每次都写那么多，看得我头疼。受害者家属将他奉为神明，对我却嗤之以鼻，说我不敬死者。我不甘心，每次尸检都拼尽全力，可他总能抢先一步，将真相全盘托出。后来，极端受害者恨我亵渎死者尸体，将我虐杀，抛尸荒野。在我儿子死后还跟他开膛破肚，让我儿子连个天师都没有，这种就应该归哪类替？没错，像他这种对尸体大不敬的人，就应该遭到清洗。没想到，再醒来时，我重生到我周妙妙说自己是失语者。月月，江一月，尸检报告怎么样啊？说话，局长还在那儿等着结果呢。验尸房，我重生了。江月，你干什么？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抢在周妙妙之前汇报。局长，报告。江法医，怎么才来啊？周法医已经把尸检报告汇报给我了。江法医，你可是首席法医啊，每次都这么慢。现在看来，你还不如刚才的周妙妙。就是，人家周法医几句话就说清楚的事情，他每次都写那么多，看得我头疼。又是这样，和上一辈子一模一样。他总是先我一步汇报，我才不相信周妙妙是什么失语者。他肯定是用了某种办法，提前知道了尸检结果，说不定就是有人偷看了我的尸检报告，提前告诉了周妙妙。今天我要单独验尸，禁止任何人进入。音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又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要这么针对我？江法医，你不是怕周法医抢了你首席法医的名头，故意排挤他吧？人家周法医可是能通晓阴阳的失语人，江映月，你一定是嫉妒了吧？所以你们怎么说？反正我今天不会放任何一个人进来。音乐姐，请。周妙妙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还能玩什么花样。进来吧。各位，验尸报告我已经整理好了，死者是遭利器刺入心脏而死，由伤口形态来看，应该是由下而上刺入，所以我怀疑嫌疑人为1.58米到1.6米的女性。另外，你们笑什么？江前辈，刚刚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说过了，要说是不是有点晚？这怎么可能？江前辈不信的话，这是我5分钟之前就写好的报告。完全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次尸检明明全程只有我一个人，尸检报告也没有别人经手过，可为何周妙妙还是能提前知晓这些内容？江前辈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那我就先去报告了。门我也反锁了，他也只是在解剖看过尸体一眼而已。对啊，每次尸检前，周妙妙都会提前去停尸房待上一段时间。或许
我可以从这儿入手。这次的案子很着急，我就当着大家面尸检，这样也好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大家我的结论。江前辈，我知道你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，但失语者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，你嫉妒也没用。死者男，32岁，头部遭重物撞击致粉碎性骨折，但真正的死因是中毒。死者瞳孔缩小，皮肤黏膜呈现鲜红色，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朱妙妙昨天看到的明明是另一具尸体，可为什么现在她还是能准确说出尸检的信息？死者唇部和口腔外侧有大片淤青。根据证物跟现场情况来看，死者是被强行灌入了大量氰化物中毒而死。江前辈，我说的对吗？江一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效率这么低，还是不务妙妙？行了，就你这个状态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妙妙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后续的事情就由妙妙来接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那天明明换了尸体，周妙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那晚去停尸房只是周妙妙的幌子？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江前辈，我刚刚被撞了一下，一时之间没有抓稳饭盒。这不是空有名头的首席法医吗？妙妙已经道歉了，你还瞪着他干什么？妙妙失语者的名声都传到其他组了，真是给金属长脸，不像某些人跟剩饭一样没用。说够了吗？江前辈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有什么气都撒我身。江映月，姐，外面有人闹起来了，还带来一篮子的烂排菜。江一月，你最好出去看一看，毕竟这是你整出来的身子。我的儿啊，你的命好苦啊！我的儿啊，你的命好苦啊！你没听说有失语者为什么把我儿子的尸体还捅刀子呀？连个全尸都不给他留呀！婶子，你先起来。婶子，您别太伤心了。虽然我是失语者，可江法医执意要进行解剖，也是为了能尽快找到线索呀。他是我们的首席法医，你看他手上的茧就知道他有多专业了。原来就是你，害得我儿子连个全尸都没有！就是你，什么首席法医，就是个黑心肠的坏人妻子！我看你就是个黑心肠的坏人！婶子，您别激动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要是我也是首席法医，能够受到局长的重视，说不定就能留个全尸了。妙妙，你别自责了，该羞愧的是他江音乐。就是你已经够努力了。能让死者毫无痛苦的说出真相的人，却被家人压一头，天理难容。你不敬畏尸体，以后会遭报应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法医，解剖尸体、查明真相是我的职责所在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住手！徐婶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解剖是正常的司法程序，江医生也是这里最好的法医，您的儿子没有多少痛苦。跟受害者家属在警署门口打架，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你知道会对我们警署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吗？金子哥哥，您别怪江前辈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刚刚没拦住婶子。好了，你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吧。妙妙，省城的大学听说了你失语者的名号，想请你过去开2天的讲座，这可是给我们警署增光添彩的事情。你过来，我好好跟你聊聊。局长，我才刚进警署，一般这种讲座不都是像首席法医江前辈这样的人去吗？我不合适吧？妙妙，不要妄自菲薄。你身为失语者能和尸体对话的事情，全城都已经知道了，大家都特别尊敬你，不像某些人空有一个响亮的名号，实际上业务能力要比你差不少。
妙妙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，我们都支持。抱歉了，江前辈。周妙妙，我一定会揭穿你这个失语者的骗局。妙妙，周妙妙呢？局长，你忘了他去市里的大学开讲座了，要过好几天才能回来。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可是新来的案子迫在眉睫啊！哎，没办法。江月，跟我来一趟。我的女儿死得好惨，我的女儿就交托付给你了，你要帮我问出来凶手是谁啊！您放心，我一定谨慎严明，让尸体说话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这是干嘛？解剖。解剖？你不是失语者？您说的那个人，他去了。他在哪儿？我要他来！我女儿死前受了那么多折磨，难道死后还要被检讨吗？您别激动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毕竟我要那个能跟死者对话的来。我理解您的痛心，但失语者要过几天才能回来，如果不及时解剖，杀害你女儿的凶手可能就抓不到了。我保证以伤害最小的方式进行解剖，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凶手的线索。是的，那个，这次机会你要好好把握住。外面的确对你有些流言蜚语，不过只要你完成了这一次案子，也算立了大功，以后就可以不用理会别人说些什么了。各位，我们外面等候吧。走吧。我可怜的只希望借着周妙妙不在的这次机会，能挽回一些尊严。怎么样了？有线索了吗？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那快说说到底怎么样了？死者颈部切割伤口，死者颈部切割伤口边缘不整齐，创伤角一钝一锐，创腔内见组织渐强，可见是被具有一定重量和锋利度的砍器砍击所致。死者面部多处的创伤深浅不一，凶手对死者应该十分憎恨，大概率是熟人所致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来晚了，否则就能保一个全尸了。他刚才那些话，基于我准备说的每一个字，毫无二致。眼前这等尸体，周法医看都不看就知道结果。这不是周法医才刚回来吗？周法医刚回来就能得到一样的结果，他把我女儿弄得支离破碎，不得全尸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江前辈，你也是，怎么不等我回来就动刀验尸呢？你本来过几天才能回来，我如何能等你？案情急迫，我自然要解剖。江前辈，你们若是传真给我，人命关天，我就算在演讲，肯定也要回来跟死者对话呀。你就算再急着立功，也不能不顾家属的感受吧？这个天下的贱人，你把我女儿回来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为了抢功！我打死你！阿姨，您别怪江法医了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要是我能时刻跟江法医保持联络，您女儿也不用在死后再受一次侮辱了。真是活菩萨，只恨他，是我女儿遭到我冤错。冷静一下，你冷静一下，江法医也只是为了查明真相。冷静！我女儿成那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阿姨，您别激动。江法医是我们市里的首席法医，他的专业水平毋庸置疑。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方式不同。在我这儿，跟死者对话，聆听死者的声音，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。我周妙妙立誓，一定会为每个死者发声。周妙妙，
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人手段，偷走了我的成果？你说什么呀？我偷什么了？你不是自称无所不知吗？那我问你，死者胃中的残留物成分是什么？我特意没有把胃残留物写在尸检报告上，我倒要看看周妙妙会如何作答。说呀！说呀！江一月，你够了！自己没本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失语者是你能介意的吗？进行止，你是我未婚夫，却事事偏帮周妙妙，你一定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诸位，他周妙妙今天若是回答不出胃中残留物，就说明他在哗众取宠。他所谓的失语人，也是他杜撰出来的。江前辈，本来我还是想给你留点面子的，可是你对我进行步步紧逼，那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死者胃里残留的是氰化物，剂量足以在短时间内致死，所以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。江前辈，我说的对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你竟然这个也知道？我明明没有写出来。江一月，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？你这是在给警署抹黑！没错，江一月，你根本就不配再做法医。你这个贱人，赶紧滚出去！你别挡了我女儿的轮回路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一个人尸检，他也能知道结果；我当众解剖，他也能先我一步，甚至和我的结论分毫不差。就连我没有写出来的都……江一月，你的解剖技术再厉害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只能为我做嫁衣？我到底还能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？懂了，我懂了。喊什么喊？你疯了吧你！局长，我申请转岗当文员，从此不再做法医。什么？我倒要看看，我不做法医后，周妙妙这个失语者拿什么跟死者对话？现在知道转岗了，早该爬去了。折腾了这么久，还害得受害者不得安宁，你到底安了什么心？早该这样了。现在有妙妙这个失语者在，还有他什么事儿？你说的对，现在有失语者了，我这种解剖的方式早就过时了，以后绝不会再碰手术刀。三一识相，赶紧滚吧！以后别让我再在法医部看到你。以后还都是看周法医的，我相信他会为更多的受害者发声的。周法医，以后伸张正义就全靠你了。江前辈，你不是最热爱法医这个职业吗？怎么突然要转岗啊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玩笑？谁在跟你开玩笑？局长，请您批准我的申请。你早就不该应承着，省得给警署丢人现眼。星之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江前辈呢？江前辈，你不能走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不该给警署丢人了，否则再有几次家属闹事，只怕我小命不保。不行，周妙妙，你身为失语者，身负神力，通晓阴阳，以后这警署第一，哦不，全省乃至全国第一法医，都非你莫属。真是恭喜你了！恭喜周法医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对呀，局长，您看，民心所归，我也不想在法医部再待下去了。行吧，既然你主动提出申请，那就批准吧。希望你到了新的岗位之后能有所作为。江前辈，江前辈，音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但你不能冲动呀。哎，音乐姐，虽然你技术落后，但你毕竟是法医界的前辈，我们大家也都是为了工作嘛。周妙妙，我已经转岗到文员了，现在是下午6点半，已经过了我下班时间了。音乐姐，你就别赌气了，还是转回法医部。松开！我说我下班了，你没听见啊？程音乐，你干什么？自己没有本事，就拿妙妙撒气啊！江音乐，你不就是嫉妒妙妙能力比你强吗？
啊？就因为这样，你就闹着要转岗，威胁谁呢？首先，我没有嫉妒周妙妙；其次，我转岗也不是为了威胁谁。江逸月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妙妙现在是施予者，能通晓阴阳，她都没有抢你首席法医的名号，你还在这生什么气？对呀，江前辈，你就别生气了，还是回来吧。没错，江逸月，你赶紧去找局长，就说你的转岗申请是一时冲动，以后就好好跟着妙妙干，给妙妙下去，别再出去给我丢人现眼。你想让我回法医部？嗯。你也想让我回法医部？最好识相点啊，否则我立做梦！陈宇，你他妈居然敢打我！江映月他要是不再当法医了，那我施予者的身份还怎么维持啊？星矢哥哥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妙妙，你放心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说。江映月他那么爱你，只要你拿退亲去威胁他，说不定他就迫不及待地取消转岗了。退亲？那当然了，只要我一提出退亲，我保证江映月肯定立马就去找局长撤销他的转岗申请。爸妈，月月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的乖女儿啊，你这3天2头的通宵加班，咱们虽然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可是我们想见你一面不容易呀。上一世我死后，周妙妙却用施予者的身份信口雌黄，说我是失足摔下山崖被野兽啃食而死。只有我爸爸不信周妙妙的不欢，要求严惩周妙妙。是不是却被其他受害者家属联合迫害，含冤而死。不哭啊！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保护爸妈。好了，我看啊，你是太累了，这身体休息不好，情绪怎么可能会很累？你爸说的对，难得早早回来一趟，赶紧上去休息啊！好，我都听妈妈的。快去吧，去吧。这行止啊，月月正在睡觉，进来坐。不用了，我是来退亲的。说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！江映月悍妒无知，简直就是丢人现眼。我今天是来退亲的。谁给你的胆子？这个破落户穷小子还敢嫌弃我江汉山的女儿？小点声，月月还睡着呢。妈，我没睡着，我都听着呢。江映月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是来跟你退亲的。宋行止，你跟周妙妙暗通款曲，拉拉扯扯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还好意思提退亲，可笑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跟妙妙清清白白，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反倒是你，每次家属来闹事的时候，妙妙都帮着你说话，你不但不知道感激，你还污蔑我们两个。之前你还打了我，你就是个泼辣的妒妇。今天这门亲事我推定了。当初一穷二白，多次上门求我们要跟月月定亲，我们看你心诚，所以才会同意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当真是瞎了眼。当初要是看月月真心喜欢你，就你这种人，连给我们江家提鞋都不配。我们怎么了？你们要是不想退亲也可以。江映月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找局长，撤销你的转岗申请，回到法医部继续工作，我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婚约照旧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不要也罢。江映月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跟我退婚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婚书的样式可是你亲自挑选的，
你当时还跟我说，你是多么期待我们的婚礼。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江一月，你干什么？我们的婚约作废。江一月，你居然真的要跟我撤婚？江前辈，星子哥哥，你可千万不要跟江前辈解除婚约，都怪我不好。江前辈，你就不要赌气了。他说退亲，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我们退不退亲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？你这又是转岗，又是退亲的，不就是因为嫉妒我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妈，我饿了，你们先上楼，等我处理好这些事儿，我们一起吃饭。是。好了，我相信月月能处理得好，咱们走，上楼。宋行止，立刻带着你的小青梅给我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江一月，你在胡闹什么？妙美都这么低声下气了，你还要她怎么样？我跟星子哥哥一点越界的行为都没有，你可千万别为了那点嫉妒心就毁了你自己的事业呀！江前辈，映月姐，只要你肯回法医部，星子哥哥肯定不会跟你退亲的，毕竟他最爱你认真工作的样子了。原来还是为了让我回去，看来没了我，他那个和尸体对话的能力也就作废了。映月姐，你不说话就当你同意啦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只是因为赌气。行止哥哥，你也够了，退亲这种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吧。周妙妙，我跟宋行止已经退亲了，婚书都被我撕了，就在你脚下踩着呢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宋行止这个废物！江映月必须回去当法医，不然我失语者的身份就没办法维持了。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破坏了你们俩的感情。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！妙妙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映月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抢了你的风头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求您回法医部吧，你可是法医部的顶梁柱，没有你，我们真的不行的。没有我，不还是有你吗？可您毕竟是前辈呀，我这一来就把您挤走了，大家肯定会在背后骂我的。骂的是你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这个贱人！映月姐，我知道，你就是怪我抢了你的风头，毕竟您是警署最厉害的首席法医，而我一来。对不起，映月姐，我给您磕头赔罪，求求你不要再跟我赌气了。法医部真的很需要你的。妙妙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！周妙妙，看来我对你真的很重要。江一月，你的心是铁做的吗？妙妙都跪下来给你求情了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想到了一些特别好笑的事。你。妙妙，你可是失语者，能跟尸体对话，能通阴阳，你怎么可以给他这种人下跪？他根本不配！行止哥，你别说了，宋行止说的对，我不配。周妙妙，祝你步步高升，声名远扬，成为法医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。映月姐，我周妙妙，我期待你狗急跳墙，彻底露出马脚的那一天。映月姐。哇，好香啊！还有我最爱的豆角炖肉，好吃。月月，你跟宋行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还有这工作上，还有刚才那个女人，到底都是怎么回事？爸妈，我知道你们会担心，所以才没有告诉你们的。其实
我不做法医了。什么？你不是最喜欢做法医了吗？怎么就……而且当初你故意隐瞒身份，要从基层做起，这怎么突然就不做了？其实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失语者。周妙妙，局长，周法医不在。他人呢？3天前就答应给我的尸检报告，他现在没给我，是不是要多耽误事啊？他……算了，别管他了，赶紧把他的尸检报告拿出来给我。这个是周妹妹的。嘛呢？给我呀！局长，要不还是别……现在立刻联系他，让他马上回来见我。是。我的三清之人，还真有这种奇事儿。哎呀，月月，你该不会故意编故事逗我们的吧？爸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从法医转为文员。其实我已经有些猜测了，但是需要你们帮我查一查，或许这一次我就可以揭穿周妙妙的诡计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请个高人好好查查。大家早上好。江法医啊，你最近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了？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现在可不是江法医了，叫我江书记员。以前要解剖，每天穿着白大褂，戴着帽子、口罩、手套，尸检几个小时下来，狼狈得不得了，哪有打扮的必要？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是文员，这每天准时上下班，舒服得不得了。明天之前你要交不出这尸检报告的话，小心我给你处分。唉，不过周法医应该就没有这种烦恼了吧？毕竟他是失语者，不用穿防护服，也不用狼狈的尸检个几天几夜，只需要在尸体旁边跟死者对话就好了。果然，还是周法医这种天赋型选手更适合做法医，我这种努力型的，还是文员更适合我。果然没了我，周妙妙这半个月连一份尸检报告都写不出来。大家明天见。江前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。江映月，你就甘心做一个小小的文员，庸庸碌碌过一辈子吗？挺好的呀。我现在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钱多活少没烦恼，我开心得很。江映月，你首席法医的头衔就要被我抢走了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挺好的呀，你不是天神降临又通晓阴阳吗？输给你也没什么丢人的。你现在怎么这么没有上进心啊？你不是最喜欢当法医的吗？你在警署兢兢业业工作了3年，一步步爬上了首席法医的位置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？对啊。哎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就回法医部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求我回法医部啊？你不是一向能先我一步得出尸检报告吗？为什么要求我回去啊？还是说离开我之后，你就不能显神通了？你少胡说！我可是听说我走之后，你一篇尸检报告都写不出来。周妙妙，还是说你之前自称失语者，能和死者对话的事情，根本就是偷了我的成果？
周妙妙，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？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竟然要我身败名裂，企图活活将我给逼死！你说话呀！我没有说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？是联合同事偷偷抄录走了我的报告，还是你真的会什么移形换影，把我写好的报告换到了你手上？我说了我没有，你就是嫉妒。还是说你用了？我才不是说了那个方法，你别在这臆想了。看来我猜测的方向是对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天生的失语者，我的能力是神赐的，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你少在这污蔑我。周妙妙，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。周妙妙，周妙妙，你东西都还没写完呢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刚刚说了，你明天之前必须把尸检报告交到我手上。局长，我最近真的有点神力紊乱，真的没有办法很好的跟死者说话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们这种通晓阴阳的能力呢，是很消耗精力的。可能是我前段时间太累了。局长，这份尸检报告我真的……丽月，你看，这要不你来救个场？呀，5点半了，已经过下班时间了。我妈还在家等我吃饭呢，我先走了。局长，周法医，加油！看来我之前的猜测没错，周妙妙，你给我等着！月月回来了，快来吃吧。哎呀妈，我也太幸福了，一回家就有妈妈做的美味饭菜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这些啊，都是你爸爸我亲手给你做的。哎呀爸，有你真是太好了。来，坐吧，坐下吃吧。来，先吃这个。好吃。哦，对了爸，我之前让你查那件事儿怎么样了？这个一时还没有着落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反正你现在已经不做法医了，先好好享受生活。你看看你现在多好，正常上下班，正常吃饭，这小脸可比以前红润了不少。你妈说的不错啊，这事情虽然还没有解决，但也没必要一直耿耿于怀。你放心，你交代给爸的事情，爸一定想办法给你办妥了。知道啦，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。快吃吧。那个月月啊，你看看你现在也闲下来了，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？月月啊，爸呀，从手底下这些年轻的军官中物色了那么几个，个儿顶个的，年轻有为又帅气，但哪个不比那个送什么纸的要强啊？行了，听那个人干什么？月月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啊？什么时候见面？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先吃饭啊。周法医，您赶紧跟尸体对话吧，我们都等着瞻仰您的风采呢。没了江映月做解剖，我怎么知道这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周妙妙，赶紧开始吧，亲属和家属都等不及了。妙妙，你别紧张，我们都相信你。是啊，快开始吧！开始吧。江映月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他一意孤行转岗去做文员，我怎么会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？他到底行不行啊？都过去1个小时了，还是一个姿势，这都没动静。哎，施语者，你不是号称能快速破案吗？就是啊，这还要等多久啊？什么失语者，恐怕只是个混人的噱头吧。周妙妙，
赶紧说出你的尸检推断吧。死者男，25岁，他身上怎么了？快说呀！你快说啊！说呀！快说呀！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妹妹。妙妙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昨天你也是，突然间你就晕过去了，把大家都吓坏了。林志哥，我求你了，你让音乐姐回来吧。她不在，我都没办法专心尸检。我真的不是想抢风头，我就是想跟她一起共事，一起救助更多的人。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压力实在太大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会受不住的，林志哥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别着急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找江音乐，一定让他重回法医部。今天为了妙妙，说什么我也要江音乐回去。江音乐居然敢背着我私会别的男人！让一让。停！哟，这么高级的咖啡馆，一般人可消费不起呀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啊？都比脸干净，做什么环保主义？江音乐，你还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啊！这才分开几天，背着我找男人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算了，为了妙妙，我忍了。之前的事情就算了，只要你乖乖回法医部，我就愿意跟你复合。妙妙之前都挽留你了，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你一没身材，二没家产，就一张脸，勉强能看。跟张军官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你凭什么觉得我要跟你复合？真是倒胃口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位先生，请自重。妙妙，金志哥，怎么样了？音乐姐她答应回法医部了吗？江音乐她就是个荡妇，她不仅不愿意重回法医部，她还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。不就是个破军官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不是我不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看来笑话，就那个破军官，我一拳就打他满地找。没用的东西，之前还能让江月对他言听计从，现在江月都不要他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妙妙，你放心，过几天我再去找他一下，我不信他不回法医部。没事的，星志哥，我自己再想办法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妙妙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，每次都能提前知道江音乐的验尸结果？难道真的是仙法？你是怎么拥有的？能不能也教教我，让我也过过瘾？没什么仙法的，我都说了，我是天生的失语者，这个也没法教。既然送行旨也没办法让江映月回到法医部，那就只能用那个办法了。那你能不能……行了，星志哥，我先走了。即日起，立刻调回法医部。之前我怎么求局长，他都不答应我。没想到我用了那个方法之后，不过才1天，局长就把江映月调回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映月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。之前呢，受害者家属闹得凶，
我也是没办法才同意了你的转岗申请。唉，这也是形势所迫呀。局长，您这样突然直接把我调回法医部，我不接受。差不多得了啊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？你该生气的也生气完了，我的调令反正已经下了，你必须立刻回到法医部。局长，您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只能辞职了。音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这样，你回到法医部，我每个月单独批给你一笔奖金。你能力那么强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做一个小文员实在是大材小用啊。哎，音乐，宋局长求你了好不好？现在局里积下来的案子都快顶破天了，没你真不行。局长，您把我调回去就只是为了这些，没有其他原因？当然了，能有什么别的原因？音乐姐，欢迎你回来，以后还希望你多多指教。不对劲，这一定是个圈套，我绝不能答应调回法医部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局长，局长，你也知道，我之前天天熬夜加班，现在好不容易正常上下班，我是真舍不得这作息。小年轻，要有奉献精神。你能力这么强，不为人民服务，不协助侦破案情，这有愧对于你这身本领。为人民熬点夜，值得啊！局长，确实得为人民着想，不过没有我，这不还有周法医？周法医通晓阴阳，犹如神兵天降，他一个人顶3个，哪还需要我？局长，这么着急让我回去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周妙妙。自从你说不干了之后，他也闹着不干了，说什么非要等你回来，他才愿意继续和死者对话。果然是周妙妙在捣鬼。现在局里的案子都快堆成山了，还不断的有新案子进来，实在耽误不得呀。通过局长施压，这就是周妙妙想出来的办法。音乐，怎么样？回来吧。可是，要爸妈查的事情还没有眉目，局长都这样恳求我了，也不好太驳了局长的面子。局长，您给我点时间，我考虑考虑。行吧。妈，我让你们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妈，我爸呢？月月，你让我们查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去山上找到一位隐居的老道长，他说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可是那位老道长脾气古怪得很，死活不肯把解决方法告诉我们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爸准备在那边多待2天，肯定给你把方式问出来。妈，谢谢你妈。都怪我不好，这么大了，还让你们为我操心，为我奔波。傻孩子啊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这辈子，我一定要保护好爸妈。怎么啦？怎么好好的又叹气了？刚刚局长给我下命令，让我立刻回法医部。那怎么行？东西你爸还没给你请到呢，你要是回去了，又被他们算计了，可怎么办？我虽说要考虑考虑，可是我也知道，根本拖不了多久。别担心，包在妈身上。音乐，这都1晚上了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音乐姐，法医部的大家都很想你，你快回来吧。周妙妙，听说我走后的这1个月以来，你一件案子都没办成。要不是你不中用，我也不用被局长逼着回去做法医工作，局长也不用这么为难了呀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说太直白了？周法医，你不会生气吧？音乐姐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太没用了。你是挺没用的，你不是失语者吗？怎么，我走以后，你的神通就不行了？贱人，等你回到法医部，我让你这辈子都嚣张不起来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有空在这里说这些，还不如跟我去尸检呢。局长，尸检的事，你还是让周妙妙去吧，我
没考虑好。江映月，我要不是看你兢兢业业，还有几分能力的份上，我格外给你3分颜面。现在你倒好，在我这里挑挑拣拣上了。就在今天，你必须回到法医部工作。周妙妙，立刻带江映月去尸检。好，局长。张局长，好大的官威！领导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张，你这表情不欢迎我？欢迎，哎，当然欢迎您了。领导，您屈尊下来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办吗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来看看我女儿。女儿？您女儿在警署？是啊，可是我一来就发现，你正在逼我女儿做她不喜欢的事。江映月是您女儿？哎呦，我说怪不得呢，映月她又漂亮又聪明，这个能力啊也是我们局里拔尖的啊，原来是老领导您的女儿。江映月这个贱人竟然是大领导的女儿，她凭什么拥有这么好的一切？我一定要把她的一切通通抢过来。秘书长，映月姐是我们警署最优秀的法医，我们法医部没有了她的领导，大家都像无头苍蝇似的。小张啊，我只希望我的月月健健康康、轻轻松松的。什么法医部，太累，不去。可是这……而且我的月月太优秀，少不得一些奸诈小人会妒忌，万一被人陷害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小姑娘，你说对吧？对，你说的对。除非是我女儿自己想回法医部，否则谁的调令都没用。张局长，你应该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我当然没意见了。那映月，你只要回去好好休养就行啊。哎，好，这边请啊。看这都是什么事儿？还有这都任务。局长，你干什么？进来不知道敲门呢？局长，我就求你了，你让江映月回来吧，不然那些案件我们……你以为我想的？要不是你没用，我至于求江映月回来，还差点得罪老领导。你不是有什么神通吗？赶紧都使出来呀！局长，只要江映月一天不回来，我就一天不使用天赋跟死者对话。那你现在想怎么办？啊，总警署的秘书长在这压着，谁敢强制叫江映月回法医部，除非以后的仕途都不要了。局长，不是还有一个办法吗？秘书长说了，只要江映月自愿回法医部，他就不会走了。妈，谢谢你今天来帮我。谢什么？妈绝对不允许有人敢欺负我女儿。对了，妈，爸那边有消息吗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真没想到，今天周妙妙居然能说动局长对我威逼利诱。我总觉得周妙妙这个人，她邪乎得很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她会对我身边其他人下手。应该快了。你放心，妈绝对不允许有人欺负你。映月，今天心情怎么样啊？还行。你看你都1、2个月没有碰手术刀了，这本事这东西啊，它用进废退，有没有想法去试试手啊？还是算了吧。映月啊，现在局里的案子都堆积成山了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我这局长的位置恐怕不保啊。那个，你跟我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也不薄，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？不是还有周法医吗？我记得局长你对他很看好。别提他了，你就算不为我考虑，你也为死者家属考虑考虑啊，是吧？这个他们的亲人惨死，他们得有多急啊！时间就是生命，干我们这行都知道，多耽误1秒钟，这抓到凶手的难度就得翻上一番啊！局长说的对，我耽误得起，但是受害者家属耽误不起。可是爸还没回来，我若是回法医部，连自己的安危都不一定能保证。江映月，
你的加急电报。局长，我同意回法医部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有些事是时候该了结了。我在道长家住了3天3夜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月月啊，你拜托爸查的事情，爸已经问清楚了。这次保证让你把这个坏坯子的真面目一举揭露。谢谢爸。这个是道长给我的，里面有事情的真相和解决办法。我说呢，为什么周妙妙每次都能提前知道我的想法？原来是这样。月月，爸爸妈妈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的，别怕。放心，妈妈，有了道长的办法，这一次我一定能揭露周妙妙的真面目。欢迎周法医回归。音乐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大家都可想你了。是想我，还是想我的尸检报告？音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，你心里清楚。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。音乐姐，之前的事情啊都是误会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在我心里可是最厉害的法医。周妙妙，你这虚伪的笑脸维持不了多久了。哎，都散了吧。这次是什么案子？都是一些普通的案子，只有一件比较棘手。死者呢是一个出了名的戏子，在本地也算是名角了，戏迷颇多，社会舆论很大，所以警署这次也非常的重视。为了防止戏迷发生暴动，所以警署决定这次公开尸检，查明真相。我们都不太行，还得是音乐姐您这个首席法医来帮众尸检。想踩着我做万众瞩目的施予者，做梦！音乐姐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这次我来主刀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明天我将成为万众敬仰的施予者。诸位，我是庆城县警署首席法医江映月，今天我来为死者陈毅先生解剖。哎，这个女的她不是说不做法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听说周法医心善，向领导申请的，才让她回来的。那陈先生的尸体岂不是又要被他破坏了？立即解剖，施予者来源。立即解剖，我们要施予者来时间。解剖开始。江映月，你就用尽毕生所学来为我铺路吧。解剖结束，报告。哎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这结果怎么样？咋还不说呢？就是啊，我们需要个结果。陈先生枉死，还被千刀万剐，抵制江映月。抵制！抵制江映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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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诸位稍安勿躁，现在我来为大家宣布死者陈毅先生的尸检结果。死亡时间应该是2天前的晚上，死因是溺水身亡。他的口鼻腔里有水草和泥沙，很明显是溺水导致的窒息。死者身上并无外伤，所以死前应该没有跟任何人发生冲突，因此应该是意外溺水身亡。
来吧，用掌声来迎接我。这下我就是万众敬仰的失语者了，我的名声将传遍全国。对了，忘记告诉大家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失语者周妙妙。你笑什么？胡说八道！你说的简直没有一句话是对的。什么事？滚出去！别玷污陈老板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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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周妙妙，你的手段对我无效。你这失语者，看来也不怎么样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。你这个贱人，是你误导我。误导你？我话都还没说完，你怎么误导你？陈老板不可能是意外身亡。什么狗屁失语者！我看他就是想给凶手脱罪。我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别再胡说八道了，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法医。是啊，陈老板戏好人又好，怎么可能是意外呢？你是不是在刻意隐瞒？我看你本来就知道杀害陈老板的凶手是吧？我真的没有，诸位请先冷静一下，我是今天的主刀法医，大家不要被其他人的胡言乱语所欺骗了。根据我的尸检，死者的肺部有明显的淤血和创伤，但并没有溺水之后明显的肺泡扩张，因此可以得出，死者的死因是窒息，死者在溺水之前早已身亡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贱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骗过了我？周妙妙，你的手段对我无效了。难道他真的找到了破解之法？死者身上虽无外伤，但我解剖后发现，死者的腹部在生前遭受过严重创击，他的内脏出现了轻微破裂的情况，因此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不愧是首席法医，一出手就查明了真相。那个什么周妙妙，不是能和死者对话吗？怎么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搞错了？应该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各位，我刚刚说的才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我可以什么？是你害我，大家要相信我，是这个贱人，他陷害我。害你？我话都还没说完，你提前说出结论，我要怎么害你？你说呀，让大家也给我评评理。说啊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是如何利用我成为了失语者，又如何利用失语者的骗局玩弄了所有人。还失语者呢，果然还得靠我们首席法医。和尸体对话，真是可笑。星之哥哥，这个贱人他陷害我，你快帮帮我呀！宋行止这个废物，当初宋行止可以为了周妙妙舍弃我，现在他当然可以为了自己舍弃周妙妙。局长，你帮帮我吧，再闹下去，丢的可是警署的脸呀！诸位，今日陈毅先生的解剖到此为止，散场。陈老板清白，抵制周妙，还陈老板清白。谢谢局长，多亏了你。周妙妙，警署这次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局长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今天有点不在状态。不在状态？是啊，因为前段时间将前辈转岗后，我就一直也睡不好，所以今天施展实力的时候，我也有点吃力。不过就这一点点小小的失误，局长你可以原谅我的吧？失误，工作失误可以理解，可你这是失误吗？这明摆着就在台上胡说八道。陈老板的影响力有多大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报纸上都登了那么多回了。他明摆着是被人他杀的，却跟这帮戏迷说他是一个意外死亡，你让他们怎么想？不是，是啊，周法医，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还是说，你知道杀害陈老板的凶手是谁，故意隐瞒？你胡说八道，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？因为我什么？我的尸检报告可没出错。就是，刚才要不是映月认真尸检，给这帮戏迷有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我们警署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。江映月，
怪你。谁让你这么爱偷听别人的心声？你活该！偷听心声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偷听先生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局长，周妙妙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施予者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场骗局。她之所以每次都能准确地给出尸检报告，是因为她总是能提前偷听到我的心声。居然有这种事！怪不得你离开了法医部之后，周妙妙一份尸检报告都做不出来。局长，都是他在胡说八道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。我可是天生的施予者，我的能力是神赐的。神赐？你干什么？当然是把你所谓的神力消除掉了。我的神力是与生俱来的，你怎么可能消除得掉？好啊，那你试试看，你还能不能偷听到我的心声？居然真的听不到了。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这个贱人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，居然让我的能力失效了？我的神力跟你的心声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休想泼脏水。局长，周妙妙居心叵测，心术不正，偷听心声的能力来的也颇为蹊跷。我认为一定要严肃处理，追究来源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处理是一定要处理的，但是我要先回去开会研究一下处理方式。在工作中有重大失误者，应当开除。局长，周妙妙，你就等着明天会议后被开除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被开除。教主，你来了，求教主再次审理，信女将不胜感激。多谢教主。这里上班的时间还早，这么着急让我送你过来。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能彻底打败周妙妙了。我兴奋的睡不着。行了，进去。那我先去了。拜拜。凭什么你能拥有这么好的一切？不过很快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这不是周法医吗？怎么还有脸出来啊？要是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那么大的人，我就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再也不出来。江映月，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些吧？你就那么肯定我会被开除啊？那当然了，局长最看重警署的声誉，你一定会被开除。可我现在没有收到任何的开除通知啊！怎么可能？你在全城人面前闹出那样的丑闻，开除已经算是便宜你了。哎呀，什么丑闻呀？你说话可别这么难听，我可担待不起。对了，你还没看今日的早报吧？上次吧，我只是因为身体不适，才导致我跟死者对话有所偏差。我已经发布了自请书登报，这次啊，警署不予追究。不可能，局长说过会处分你的，这才一晚上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你又使了什么手段？哎呀，我能使用什么手段？江前辈，你可千万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我不相信警署会把你们留下来。你不信就去问局长喽，是他亲口让我留下的。局长？没错，是我让周法医留下的。局长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事情的真相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周法医也说了，他当时状态不好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。我们警署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的地方啊。周法医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，所以我们警署愿意给他时间缓冲。
可是你明明知道，他之前的那些表现都是……江映月，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点本事就可以得寸进尺了。局长为什么突然这么袒护周妙妙？难道是周妙妙又搞了什么鬼？我现在有主上的神力加持，局长站在我这边，江映月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局长，按照警署的条例，江映月，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好吗？周法医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不许再提了。我不同意周妙妙继续留在警署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局长都亲口让我留下来，你就算不同意也没有用。你给我闭嘴！像你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人继续留在警署，是警署的灾难。局长，江映月，你不要以为你上头有人，我就不敢骂你了。这里我是局长，我让周妙妙留下，她就必须留下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江映月，我的神力已经回来了，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抢走你的一切吧。回来？难道周妙妙背后另有其人？那周妙妙就更不能留在警署了，否则我跟警署都有危险。局长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局长，如果您坚持不处理周妙妙，我将会一直给上级警署写举报信，直到您处理为止。好，你想要处分是吧？我现在就给周妙妙一个处分，把她停职1个月，你满意了吗？张局长，我觉得周法医罪不至此，不需要什么处分。妈，周法医只是一时冲动而已，若是我们警署太绝情，只怕会寒了优秀法医的心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她周妙妙算什么优秀法医？她明明……住口！不要以为你是我女儿，就可以在警署作威作福，欺负他人。妙妙，真对不起，都怪我把这个女儿给宠坏了。妈，她可是周妙妙，是要害我的人。不要叫我妈，工作时间请称职务。好，秘书长，我要以重大失职罪严惩周妙妙。王阿姨，你看呀，她总针对我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处分。你这是包庇。局长，你说句话。我觉得王秘书长说的没问题，周妙妙本身也没犯什么大错误，倒是你硬要给人安什么处分。你，妈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包庇周妙妙？江映月，你嫉妒我也有个限度吧。王姨都说了不予处分，你就别再任性了。是你做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说过会夺走你的一切，你的权力、地位，甚至是你的至亲。为什么最爱我的妈妈会变得如此陌生？我以后要做好的一切。不过很快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阿姨，早上好。阿姨，我真的特别羡慕江映月能有您这么好的母亲。我们家月月人美心善，自然命好，可不像有些人提肚子花花肠子。你干什么？有了主上给我的神药，不管是谁的妈妈，都会变成我的好了。妙妙，妙妙，你怎么没去上班啊？江映月，你不就是仗着家世好，有父母撑腰才处处高我一头？现在他们是我的了，我看你怎么嚣张！一定是周妙妙用了什么障眼法，我有办法了。妙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走，阿姨带你去逛街，好好弥补弥补你。谢谢王阿姨。走吧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月月，月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赶紧让开，别耽误我跟妙妙去逛街。如果你让我搬来
祖上这次给我的药效更加强劲。江映月，你休想坏我好事！妙妙，我们走吧。江法医，还有很多具尸体等着你解剖呢，赶紧去解剖室吧。妈，我妈已经中邪了，有时间我们带她去找一下道长吧。你都不知道，她今天……钟妙妙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我都把你给忘了。你就随便凑合吃点吧。妈，你为什么要带周妙妙回我们家？你这孩子，妙妙今天受了委屈，想吃我做的菜，我就把她带回来。这是我的位置，我的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干妈，看她呀，干妈。没错，我认了妙妙当干女儿。你看看，大呼小叫，哪有一点淑女样？爸，我妈一定失心疯了，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她这是怎么了？你妈说的没错，从今天往后啊，妙妙就是我们的干女儿了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钟妙妙，你对我爸妈做了什么？够了啊！看是我们平时把你给惯坏了。妙妙可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我没有这样的妹妹。你认不认随你，反正啊，妙妙这个干女儿，我们是认定了。妙妙，没事吧？都怪江映月不懂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的，干妈。姐姐她平时都经常这么对我，我都习惯了。哎呀，妙妙啊，这真是让你受委屈了。哦，干爸还给你煲了汤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拿啊。谢谢。我给你准备的房间还没铺床呢，现在去给你收拾啊。怎么样，江映月？失去一切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到底对我爸妈做了什么？你不用知道这么多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所有的一切都会慢慢的被我取代，而你的爸妈也会忘记你，而我将是他们唯一的、最疼爱的女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哦，你还不相信啊？可是你的爸妈刚刚眼里就只有我，没有你哦。妙妙，快来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房间。来了，干妈。哎呀，江法医，你干嘛故意撞我呀？该不会是干爸干妈对我太好，你嫉妒了吧？谁允许你拿我文件的？谁拿你文件了？你可别在这找茬。这个进修表是给首席法医去警署进修的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别以为你有个首席法医的名号就了不起，这个表格可是局长亲手给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可能，每个警署只有一个名额，局长怎么会把进修表给你？我们先去找局长。哎，高兴早闹什么呢？找我干什么？局长，周妙妙拿了我的进修报名表，这报名表是我给周妙妙的。映月啊，你已经足够优秀了，还有什么需要进修的？倒是妙妙，她的进步空间还很大，更适合去总局进修。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之前明明说好了。是你妈妈，王秘书长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要我把总局进修的这个名额给到妙妙了。我妈。妙妙啊，赶紧填好表格，总局的车马上就来接人了。知道了，局长。为什么每个人都偏帮周妙妙，就连我的爸妈都护着周妙妙？呀，江法医哭了，大家快来看呀！就是因为局长不让江法医去进修，他竟然哭了。江映月，你不会以为你掉几滴眼泪，局长就会心疼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今天哭死在这，局长还有你爸妈
都不会心疼你一秒。你闭嘴！你敢打我！江映月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打人！周妙妙，我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，我的荣誉、我的家人、我的一切，我都不会让你抢走的。那我们就走着瞧。江映月，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我必须给你一个处分。跟我过来，给你好好思想教育一下。江映月，我就先去进修了，你呢就好好的去听局长教育吧。局长，是不是周妙妙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？我都说了，她施予者的身份就是一个骗局，你为什么要袒护她？我袒护他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之前你喷在他身上的那个水，说是能消除他的神力，其实就是普通白开水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其实周妙妙自称自己是施予者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注意到她了。你们？没错，就是我们。妈，你还是我妈妈。对不起啊，月月，为了不让周妙妙解心，妈妈只能陪她演戏，委屈你了。其实我们早就盯上了一个号称能赋予人超自然能力的神秘组织。当时周妙妙自称自己是施予者的时候，我们就怀疑她和这个组织有联系。你爸找到道长之后，顺便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总局。总局说，他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组织。所以你跟我爸一直都是在演戏，你们没有不要我，对吧？傻孩子，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我就知道，爸爸妈妈是爱我的。那你们盯了这么久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，这个组织藏得非常深，行事也非常谨慎。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些线索，每次都能让他们自谋逃脱。我觉得周妙妙说不定是一个机会。没错，周妙妙行事张扬，我们之所以极力挽留她，就是为了从她入手。与其等她自己露出马脚，不如引蛇出洞。我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哎呀，这总金属还真是有趣，一个培训先进长的奖章还是镀金做的呢。妙妙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局长在等你呢。等我？哎呀，快跟我来吧。局长，周法医来了。妹妹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过来，赶紧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案子比较急，一直卡在尸检这儿。江法医不是已经在尸检了吗？他都多久了，一直都没有出结果，上头又催得我紧，我实在没办法来了。局长，您再等等，结果马上就出来了。来，妹妹过来，周法医来呀！周法医是施予者，有他在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周法医，靠你了。江映月的尸检报告还没出来，我去哪儿知道结论啊？这是局长，我知道原因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死者男，32岁，死亡原因是突发性心梗。你果然是在胡说，死者分明是……但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心脏被注射空气所引起的急性心肌心梗，这是一场谋杀案。怎么样，江法医？我说的对吧？局长，你看，江映月的尸检报告都还没出来，我施予者的能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施予者，干得漂亮。江映月，我说过的，会让你感受到绝望。今天就只是刚开始而已，我会永远的把你踩在脚下。太好了，没想到主上竟然赐予我了更加强大的力量。我现在甚至不用去听什么心声，只要打开文件，里面就会自动出现尸检报告。有了这个能力，要不了多久我就能扬名立万，彻底挤走江映月那个贱人。我周妙妙
终于要出头了。没有想到周妙妙对那个突然出现文字的文件没有丝毫怀疑，就这么信了。那是因为他对他那个所谓的神力深信不疑。也难怪他会相信，因为他之前着实听到了你的信声。那是因为他吃了那个神秘组织研制的特殊药物。那个药副作用极大，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个试验品而已。局长，我们得尽快找到神秘组织，以防更多人上当受骗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既然他已经对他那个神力深信不疑了，那我们就再放一把火。局长，你叫我过来什么事儿？我一会儿可是要去上级警署参加表彰会呢。这次我们警署又接到了一次公开尸检的任务，由于我们之前有成功的经验，所以上级对我们相当的信任。这次任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你们两个是我们警署最优秀的法医，所以我这次决定从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人出来做主刀。局长，这次我来主刀。我只要抬抬手，写好的尸检报告就会自动出现。这次公开尸检出风头的人，一定是我。妙妙，你最近的表现的确十分亮眼，但是之前的公开尸检，你让我和警署的确丢了相当大的人呐，我对你心里没底啊。那次只是意外，这次我有把握，保证一定圆满的完成任务。你之前也这么说，可在台上有多丢人，大家都知道。江雨，你是怕了吧？毕竟现在我可是警署的头号法医，而你派上用场的时间可是少得可怜呢。局长，这次公开解剖任务我去，您啊就准备好庆功宴吧。周妙妙，你真是没让我失望。我要的就是你绝对的自信。妙妙，要不然还是让映月来做主刀吧。这么多人在底下呢，这万一出点什么差错，我们警署可担待不起啊。局长，你就放120不行吧？这次我保证用最短的时间拿出最棒的成果。你这次就给我好好打下手，千万别拖了我的后腿。诸位，我是警署的法医，也是著名的施语者周妙妙。现在正式开始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把白布打开，我要跟尸体对话了。哦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给你准备报告啊。不用你帮到忙，这个我自己拿就好，你不许动，听到没有？好，我不动。江映月那个贱人哪配摸我的文件夹？现在尸检结果应该已经出现了吧？怎么会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刚刚解剖结果没有出现，一定是因为时间太短了。现在已经过了2个小时，结果一定出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怎么会没有呢？难道是刚刚江映月偷了我的报告？不对，江映月刚才没有碰到报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好了没啊？怎么那么慢啊？赶快宣布实验结果，我们都要累死了。赶紧出来呀！解剖结果。是时候了。诸位稍安勿躁，死者面目肿胀，是由于扼颈导致的死亡。首先排除上吊自杀的可能，这是一起他杀事件。另外，怎么是个助手出来宣布结果？这个主刀好像什么都不懂，跟个傻子似的。
首席法医当助手，这个主刀，怕不是个关系户吧？对。今天的解剖到此为止，更多相关信息，请关注《明日早报》。明明每次都会出结果的，怎么今天就出现不了？江映月，是不是你偷走了我的尸检报告？报告？什么报告？你刚刚不是没写出来吗？我这是在帮你解围。难道是药出了问题？我要去找主商，主商会帮我解决的。局长，周淼淼急匆匆地出去了，他一定是去找神秘组织了。立刻派出2支跟踪小队，一定要隐秘。是。谢谢你。怎么样，抓到人了吗？局长已经派人跟踪周淼淼了。好，跟住了这个周淼淼，就能指导这个邪恶组织的老巢了。是啊，这件事情总局也十分重视，只等跟踪的人员回来，我们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以后你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爸爸军中常用的信号枪，它发射简单，便于携带，你随身带着，万一遇到危险，随时发信号给我。你爸说的对，你就应该带上这个。虽然过了今晚，周淼淼一定会落网，我也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不过，为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放心，我会好好随身携带。今天有够糟糕的，总感觉有人跟踪我。哎，目标人物不见了，快走！哎，人呢？他刚不是拐在这里了吗？我要给我放过每一个角落，迅速散开，给我搜！主上，是你。主上，请主上赐一剂药，让我最恨的人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，而我能取代他的一切，拥有他的一切。只要江映月死了，就没人能挡住我的路。你这次所求，可是有些难度啊。不过本尊这里倒确实有一副秘药，不过这秘药吧，还需要一些辅助手法来促进药效发挥。以你的体质来看，还受不住此秘药的强度啊。主上，我可以的，我受得住。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只求秘药。你进组织有几年了？3年了。我绝对信任组织，我也绝对不会背叛的。你求的药啊，是不是也曾帮你辉煌过？这次想要走向终极的辉煌，就要洗涤自己的肉体。请主上赐教，那我该怎么做？你只需要伺候本尊一宿，以本尊的纯阳之躯灌溉你的肉体。今夜之后，你所求皆能如愿。这不是叫我献身吗？唉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机会啊，只有一次。难道你想永远被别人踩在脚下？难道你不想看到你痛恨之人的惨状吗？主上，您说的对，我愿意侍奉您。局长，人抓到了吗？审问是在什么时候？你先回去吧。局长，跟丢了。哎，这次我就应该亲自去追他，这么好的机会生生浪费了。差一点就……对呀，就差一点点就能找到组织的老巢了。难道是跟踪人员被周淼淼发现了？会不会打草惊蛇？据他们所说，周淼淼没有什么反常反应，但也不排除是被发现。哎，你去哪儿？
如果周妙妙真的发现被跟踪，那她一定会跟神秘组织一起潜逃，也许就再也抓不到她了。周妙妙，你见到周妙妙了吗？苏法医今天还没来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他真的潜逃了？不会的，上一世发生的事不会再发生了。他逃不掉的，逃不掉的。我怎么睡着了？肯定是最近太累了。江明月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江映月，哎，你别急呀。想要此药发挥作用，它还需要一个药引。什么药引子？头发，你最恨之人的头发。他的头发入药就可以实现你所求的，取代他的一切。真的吗，主上？那我就把他的头发取过来。很快，你的一切都属于我。周妹妹剪我头发干嘛？还有她说的那些话，她肯定要再次去找神秘组织。这一次，绝不能让她逃了。都这个时间了，月月怎么还没回来？是啊，这平时月月加班不回来，怎么都会先打个电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给忙忘了？我这个女儿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个工作狂。我去给警署打个电话。江映月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等着吧！等教主治好了药，我会让你玩心烂肺，不得好死！哼！看来这儿接近他们老巢的入口了。怎么样，还没人接吗？没人接呀。月月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走，我们去警察局看一下。教主，这果然是他们的老巢，我要赶紧通知警署。这次，绝对不能让这个害人的组织逃走了。江映月，把东西放下，把东西还给我。这哪里像有人的样子？别着急，咱们找个人问一下。小同志啊，这个江映月法医还在警署吗？江法医他早就走了，我记得他走的时候还急匆匆的呢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小同志。月月一定是跟什么人走了，说不定是这周面面。我马上回军营整备，全城搜索。哎，没有那么大动静，万一他们伤害月月可怎么办？对了，你不是给了月月信号弹吗？对呀。那这样，我现在回军营整备，等到信号弹之后立刻出发。好。
把东西还给我。江一月，这个就是信号弹吧？原来你早有准备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加入组织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呸！你休想毁掉我们神圣的组织！这一下，我看你怎么通风报信。可恶，你不会觉得我只带了一个吧？周妙妙，等着法律的制裁。住手！贱人，你居然找到这里来了！你既然敢来，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你不是让他死吗？去把他绑起来！江一月落在我手里算一本，这次我就让你生不如死！贱人！你诓骗百姓，害人无数，被抓是你的报应。少啰嗦！我造出的神药，造福无数教众，我功德无量，将来是要为你先办的。嘿，大胆！对主上不敬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压住！周妙妙，你别执迷不悟了，他制的那些药都是有剧毒的，你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副作用了，不是吗？哪有什么副作用？那只是我肉体凡胎，承受不住仙丹的力量而已。你们这些吃了所谓仙药的人，最后的结局不过是七窍流血，浑身溃烂而死。这个教主是在害你们！给我闭嘴！把我的法器来，我要教会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。快！信号弹的位置就在前面。这就是动摇教心的下场。周妙妙，把这个女的带到后山躲起来。这里发生过信号弹，恐怕马上就会有人来。江大法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伺候你的。周妙妙，你吃了过量的毒药，你已经毒入肺腑了，你知道吗？住口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找人杀了你？你急了，我果然说对了，你之前流鼻血就是中毒的先兆。既然我活不了，就拉着你一起垫背！啊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别过来！妈，再过来，我就让人立刻把他给杀了。江一月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母亲，你一身本领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却衬托的我就像个小丑一样？你说的不错，还算有自知之明。贱人，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虽然我们牺牲，但只要主上还在，我们的信仰就可以传承下去。你说的人是他吗？主上，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可能抓了教主啊？整个山都被老子围了，别说他一个老头，就算是一只苍蝇，休想逃得出去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我给我绑了，给我带回去。别放走他的任何一个人。下面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优秀警员上台演讲。很荣幸来到总部参加表彰大会。捣毁恶势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邪恶的神秘组织制造毒药，侵害人权，煽动人群，必须严格把控，才能彻底铲除。好，说得好。另外，尸检是一项严肃且有必要的工作，只有通过科学的办法，才能为受害者发声，为死者讨回公道。而我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，为正义和真相而努力。